程毅10几个古装男主里，为什么只有李晨舟一出场就结婚了？假设一下，如果李晨舟这个角色出场的时候不是已婚，而是一个还在江湖上闯荡的单身青年，你觉得这部戏还成立吗？我先说我的判断，不成立。这部戏有一半的味道就藏在他已经结婚20年了这件事里。把已婚2个字抽掉，整个李晨舟就垮了。各位，今天这期我特别想聊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最近重看程毅古装作品的时候，我突然 get 到一个以前一直没注意的点，在他演过的，我大致数了一下，10来个古装男主里头，英雄志的李晨舟，据我目前所知，是唯一一个一出场就已经结婚的男主。如果我数漏了哪一部，评论区记得提醒我。但就我能想到的范围里，只有这一个。这个事儿听上去好像是个冷知识，对吧？但你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设定，它是一个会彻底重构表演逻辑的设定。行，咱们正经聊。今天这期我尽量讲清楚一件事，为什么已婚男主这个起点，在程毅的戏路里，是目前最难的那一档。先把我的判决摆在前面，按法庭那个说法叫提前宣判，我赌李晨舟是程毅这几年戏路升级里含金量最高的那一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得拉3个角色出来对照。第一个，琉璃的雨丝凤，这是典型的情感外放型未婚男主。什么意思？他的情感是在镜头前生长出来的，从不认识到心动，到拉扯，到生死相许，观众跟着他一起谈一场恋爱。这种戏的难点在哪？在情绪张力，在哭戏的爆发力，在那种被命运反复摔打的少年感。程毅在雨丝凤上的处理，说实话，火候是够的。第二个，莲花楼的李莲花，这个角色完全调了一个方向，情感封存型未婚男主。他的情感不是没有，是被生活磨完了，看破了，藏起来了。这种戏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克制，要的是少即是多，要的是一个眼神里同时有3层意思。这是另一套工具箱。李莲花这个角色，我真的说，程毅那种淡淡的什么都看过的状态是 hold 住了的。第3个，李晨舟，情感沉淀型已婚男主，这个就完全不是前2种逻辑了。李晨舟和妻子之间没有动心期，没有暧昧期，没有误会和解期，这些古装男主标配的情感节拍全部不存在。一出场，他们已经在一起20年了。换句话说，演员要演的不是一段感情的开始，而是一段感情的第8000个日常。这个难度是另一个 level 的。我打个比方，演未婚男主谈恋爱是炒一道菜，火候、调味、出锅时机都看得见。演已婚男主是熬一锅老汤，火早就是中小火了，你得让观众喝得出来，这汤已经熬了20年。这是慢工出细活，是另一种段位的考题。哦，对了，我得插一句，这里我得自己纠正一下。我刚才说程毅是2018年开始接古装的，等等，不对，重新说，他古装的密集期，我个人感觉是从2020年琉璃之后开始的，2018年那会儿他还在转型。这个我得查一下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。行，回到正题。下面我先把反方声音整理一下，这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，他们说已婚男主在国产古装赛道就是没市场。理由是什么？观众磕 CP 磕的是从无到有，是看2个人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一起的，是那种心痒痒的拉扯感。已婚，2个人都已经是夫妻了，还磕什么？没东西可磕了。这是第一种反方声音。第二种声音，有人说程毅以前没演过中年厚度这种类型的角色，他擅长的是少年感，是清冷，是凄美，这种夫妻20年的沉淀感他驾驭不了。这是第2种。这2种声音我都听到了，也都认真想过，但是我的判断恰恰相反。我觉得这2种声音反而正好说明了程毅这一步走对了。我下面解释为什么。拉回来。第一个反驳，
已婚男主没市场。这话从结果看，逻辑是反的。正因为没人做，才叫赛道空白。整个古偶仙偶这2年，男主默认必须是未婚青年，这几乎是一条潜规则。你随便打开排播表数一数，绝大多数男1号开场要么是少年侠客，要么是天命之子，要么是冷面修仙者，清一色未婚。这个赛道挤到什么程度？挤到内卷，挤到同质化，挤到观众一打开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这种时候，谁敢从已婚男主切进去，谁就拿到了差异化定价权。诚意做的不是顺着潮流走，是抄了一条近道。这一步是长远布局，是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格局。说白了，他走的是大棋。至于磕不动 CP， 我要说一句可能会有点重的话哈，换个说法，那是因为我们对 CP 感的理解太单一了。心动期的拉扯是 CP 感，老夫老妻一个眼神就懂对方在想啥，那也是 CP 感，而且是更高级的那种。其实日剧、韩剧这些年也有过几部以已婚关系为主线的作品出圈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。咱们这边不是观众磕不动，是没人敢拍。哦，顺便说一句，我得跑个题，这2年古偶赛道你们也看到了，整体是疲软的，热度起不来，剧本同质化，观众审美在变。其实想想，这个时候敢于跳出未婚青年男主模板的人，是在给自己买保险，别人在挤独木桥，他在另开一条路。这个判断，过2年回头看会更清楚。行，跑远了，拉回来。说回这个事，第2个反驳，驾驭不了。这个我倒想反问一句，如果不是，怎么知道他驾驭不了？他每接一个新类型的角色，其实都伴随着类似的质疑声，演雨丝凤的时候有，演李莲花的时候也有。但作品播出来之后，结果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程毅这个演员的能力区间，比外界一开始以为的要宽。懂行的都知道，演员的戏路是被作品试出来的，不是被预判出来的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前2天我重看《英雄志》一段戏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一个细节，以前看的时候完全没注意，是关于眼神的。我打个比方，未婚男主的眼神是探照灯，他在找东西，他在确认对方是不是那个人，他在试探，他在确认信号，他在收集信息。所以他的眼神是主动的，扫射式的，带方向感的。已婚男主的眼神完全不是这个逻辑。已婚男主的眼神是夜灯，他不用找了，他知道他在哪儿，他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甚至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。所以他的眼神是静止的，向内的，不需要确认的。程毅在李晨舟身上做出了这个区别，这一点我挺意外的，因为这种区别是真的需要演员研究过角色处境才做得出来的。它不是技巧问题，是理解问题。其实你只要把他这几个角色按时间排一遍，雨丝凤、李莲花、李晨舟，你会发现他每一个角色之间的状态切换差距是真的拉得开的。一个演员愿意花笨功夫去琢磨人物的前史，琢磨这个人在故事开始之前活了多久，这种事骗不了观众。这种坚持不容易，也值得被看见。行，到了我下判决的时候。回到法庭这个比喻，3种声音都听完了，我个人这一票投给维护方。我的结论是，李晨舟是程毅目前为止最值得被记住的男主之一，不是因为他演得最讨喜，是因为他演了一个别人不敢演的起点。老粉应该懂他这几年在做什么，从甜宠走出来，走进悲剧，从悲剧走出来，走进看破红尘，从看破红尘走出来，走进已婚中年男人的厚度。每一步都在加难度，每一步都不讨巧。这不是流量打法，这是长期价值股的打法。懂他的人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最后留一个尾巴。其实关于李晨舟这个角色，还有一个细节我今天故意没讲，是李晨舟和妻子之间一场完全没有台词的对手戏。我看完那段之后想了好几天，但这期已经够长了，那段我留到下一期单独拆。下期我们就聊那一场戏，没有一句台词，但说进了20年的那一场。
在那之前，你们可以先去重看一下英雄志那一段，看完回评论区告诉我你看到的是什么，我特别想听你们的版本。今天就到这。